3月9日下午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。这是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第4次下团组，也是他连续第9年在这个代表团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划重点。今年是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起步之年。如何开好局、起好步？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明确要求，在全军引发强烈反响。习近平主席不仅对过去1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，还就做好“十四五”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局起步工作作出重大战略部署。对于习近平的这次重要讲话，新华社梳理出了4个关键词，分别是以战领建、创新驱动、战略管理和军政军民团结。习近平多次说过，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。2019年10月，党的19届4中全会提出，坚持以战领建，抓建卫战。而在3月9号的讲话中，习近平再次强调，要坚持以战领建，加强战建统筹，抓紧推进战略性、引领性、基础性重大工程，加快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去年10月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提出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。这次习近平讲话又增加了“加快”2个字，从打造到加快打造，这项工作的紧迫性不言而喻。因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和军队的训练都是围绕打仗，也就是作战啊。那既然要打仗、要作战，那么我们的国防建设就不是和其他国家进行这种所谓军备竞赛。那我们的军事训练也不是搞花架子，而是要为了这种实战。所以呢，它是以作战来引领国防建设和我们的军事训练。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实际上是以战和建要统筹，但是怎么统筹好这2者之间的关系，是我们就是现在面临的重大的课题和任务。所以呢，习主席向我们明确提出了要求，同时也给我们指引了方向。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草案正在提请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审查。草案提出，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，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。在3月9号的讲话中，习近平指出，要强化创新驱动，以更大力度、更实举措加快科技自立自强，充分发挥科技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。他强调，要大幅提升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。科技强军与科技强国建设密不可分。去年7月30号，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，要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基点，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，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，加快发展战略性、前沿性、颠覆性技术，加快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战略工程，不断提高我军建设科技含量。在3月9号的讲话中，习近平强调了一件大事：创新的根本在人才，要加强战略谋划、创新思路管理，拿出务实举措，把我军人才工作向前推进一大步。一流的军队应当有一流的管理理念、一流的战略素养。去年，一场广受瞩目的全军战略管理集训在疫情背景下展开。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坚持目标导向、问题导向、结果导向，着力更新管理理念，提高战略素养，着力健全完善战略管理制度机制。去年8·1建军节前夕，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也谈到了提高战略管理水平的问题。他说，要畅通战略管理链路，实质性推进军事管理革命。这次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，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加强战略管理，优化项目论证方式和立项审批流程，加强重大项目统筹调控。习主席在强调这个问题的时候讲述，要扭住战略管理啊。为什么讲扭住呢？扭住就是紧紧的抓住不放，就是要抓实。我们制定了这样的战略规划，不行，不够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一定要落实，就是要进行检查。如果我们把它只是放在口头上、字面上，没有去落实，那就没有按照习主席的要求，就是扭住。
习近平高度重视军政军民团结，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工作，都反复强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，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，强调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。每次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，习近平都对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作出重要指示。这次会议上，习近平指出，中央和国家机关、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党和国家部署要求，把担负的国防建设领域职责履行好，要发扬军爱民、民拥军光荣传统，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，汇聚强国兴军强大力量。香港《明报》注意到，在周二的讲话中，习近平强调，当前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、不确定性较大，全军要统筹好建设和备战关系，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。这是他首度提出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与不确定性较大。《明报》报道称，过往中国官方提到不稳定性、不确定性多用于外部经济环境。此外，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，要坚持以战领舰，加强战舰统筹，加快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，要增强责任感、紧迫感、主动性，把我军建设年度计划安排的各项工作往前赶、往实里抓，确保早日落地见效。我们当然是希望和平安定，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路上有些国家向我们进行这种有意识的挑衅啊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海上方向的这些就是外国的军机啊，来进行侦察或者是抵近的啊这种挑衅的性行动，这也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，所以它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。那么习主席提出来，既然这是一种现实的情况，或者是说我们要面对的这样一种安全环境，那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作为一个钢铁长城，牢牢的保卫啊，或者是守卫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安全、海上权益，就是有一个安定的环境，来使我们国家来进行正常的这种经济建设和发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6名代表在3月9号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会上发言，其中军事科学院政委方向谈的是国防科技创新，军委科技委副主任辛毅谈发展新域新制作战力量，陆军第76集团军工兵旅1级军事长齐虎广谈创新军事制度，陆军指挥学院政委肖东松谈创新人才工作，军委战略规划办主任王辉清谈落实军队建设年度计划，火箭军后勤部长王启凡谈提高军产管理效益。深圳卫视记者梳理相关资料时了解到，谈国防科技创新的军事科学院政委方向为中将军衔。作为培养解放军高科技人才摇篮的高等院校，军事科学院现有以20多位两院院士、100余名首席专家领衔的高层次人才队伍，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共约1400余人，堪称解放军最强大脑。军科院领导班子成员也十分强大，共有3名中科院院士，放眼全军各大单位也堪称一枝独秀。而此次发言的军科院政委方向，此前曾担任武警部队政治部主任和火箭军政治部主任。火箭军作为解放军高科技含量最高的军兵种，更是国防科技创新的重中之重。谈发展新域新制作战力量的军委科技委副主任辛毅也是中将军衔，曾担任总装备部电子信息基础部部长，2014年12月升任总装备部科技委副主任，军改后转任军委科技委副主任。作为新制作战力量的核心组成部分，电子对抗能力备受各国军队重视，而辛毅恰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。实际上，习近平高度关注解放军提升新制战斗力。2月4号，习近平视察空军航空兵某师，专门登上某型特种机，进入任务舱查看任务系统，了解特种机工作流程和执行任务情况。习近平强调，现代战争中，制信息权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，要加快发展先进装备，加紧培养专业人才，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，推动新制战斗力加速提升。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个词，现代战争呢就是信息化的战争。因为只有信息化程度呢非常高，你才能变得耳聪目明，才能对态势呢进行详细的掌握，才能制定出来有效切实可行的这种战术战法，才能去打赢。好的，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。吴先生您好。
昨天，习近平主席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，特别强调，当前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、不确定性较大，全军要加快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，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。那么，武先生，您对此有何观察呢？从过去1年的风浪里，我们已看到，国家安全早已超出传统意义的军事安全，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我周边横行，威胁我们的核心利益。中国武装力量面临自身改革进入深水区，外部安全形势错综复杂，建设与战备任务异常繁重，统筹协调的难度之大前所未有。习主席在讲话里突出强调以战领舰，加强战舰统筹，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贴近当今新军事变革的实际，按照中国国情扎实做好练兵备战的工作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，完成党和人民所赋予的神圣使命。主动应变的军队总能占得先机，愚钝保守的军队则难逃覆灭。那么今天，基于信息化的颠覆性技术，首先是加速了当前军事体系的失效。比方说，高超音速导弹正导致现役防空武器过时，无人机蜂群让防空反导失效，而网络战呢，会让各国现有的指挥系统面临瘫痪。更严峻的是，仅有颠覆性技术手段还远远不够，还需要实现各种技术综合集成的体制编制。所谓综合集成，就是基于信息网络体系的联合作战。美军的最新概念是叫多域战，要求综合运用地空海天网电所有的战斗力，打时间差、空间差与技术差，在敌人来不及反应的时赢得胜利。领悟了这一点，我们可以预期，习主席指示我们，大国军队要在这场新军事变革中勇立超脱，至少要把握以下4点：第一，要加强先进技术预警和发展方向的研判，因为所有国家的科研资源都是有限的，如何把有限资源投入关键领域并产生最大军事效益，是任何军队都要关注和把握的。比方说，美国现在就把资金人力集中到太空、网络、导航等关键技术上，还有那些像电磁炮、激光武器等等新概念武器。第二呢，要加强创新军事理论研究，将正在涌现的各种新质战斗力和未来具体作战的响地要紧密结合，确保先进军事理论的聚焦性、适用性和指导性。那么第3点是要注意全面发力与系统推进。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发展先进军事技术，但真正产生效益，最根本、最要紧的还是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的高素质精英人才，尤其是高端的系统工程人才。只有他们走上关键岗位，我们才能让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作战有效遂行，稳操胜券。好的，谢谢吴先生以上的分析，也请您保持在线，稍后我们会继续连线您，谢谢。